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怡媛。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一次960跟2489的 KVK 了。没有想到是在结束了 KVK 之后才来嘴炮的。严格来讲也不算是嘴炮啦，就是对方对于960的看法。目前960是已经突破了2489的关卡器，也就是说呢，黄庭那边可能是没有的打了。在一开始我们已经谈判好了嘛，另外4个阵营呢是不会跟2个先锋王国打的，间接性也等于说这场 KVK 算是960胜利了。我相信有不少的玩家应该也是猜到结果。整个战场的解说我会之后发布一个新的影片解说。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现在发生的事情。这个话题的来源呢，就是这个玩家他就给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原本寄予厚望的2场 KVK 都提早结束了，甚至没有办法撑到黄庭开放为止，里面包括1093对上307的那一场，还有960对上2489的这一场 KVK。 他说1307跟2489他们太早放弃了，甚至没有掉多少的战力，他们在1对1的战斗中被高估了。如果莉莉丝把他们放在一起的话，将是会一场史诗级的战斗。下面还有辅助88的诅咒实在是太强了。 OK， 那么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呢，我要先叠加，虽然我是有帮960打，但是我要以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不会偏帮960讲话。首先307跟1093那一场，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要移民了，在之前的影片我也是有说过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提早结束也算是正常的。但由于那场 KVK 我是真的没有跟到，所以我不做多余的批评。那么2489跟960这一场呢，我相信各位应该也知道，在这一场 KVK 开始之前呢，都已经知道谁会胜利了，并且有很多人把这一场 KVK 当成是友谊赛。那我可以坦白跟各位讲，我们打到是真的要吐了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友谊赛，我们该清的还是会清，该打的还是会打。我烧成的影片应该也放过了，并且豹哥也发过多次邮件强调不要再把这场 KVK 当成是友谊赛了，我们尽全力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不过在大众的眼里还是一样友谊赛，觉得是师傅教徒弟怎么去做。并且2489其实也是很努力的在打这 KVK 了，假设他们真的要放弃的话，都不会撑到今天为止。你们也知道我们打关6打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每次开直播不然就是拍影片的画面都是卡在关6，都有很多观众问我为什么又在关6，同一个画面而已，也足以证明他们是有多么努力了。在2489的高峰期的时候是真的可以碾压960的。你们试想一下，一直以来960的野仗都是压着对方的，很少被对方压制着，除了上一场365的 KVK 之外，也足以证明2489的能力是有的。并且最后他有提到一句88的诅咒实在是太强了，先提一下88诅咒强是他灭国，而不是88输了 KVK。如果你是长期有看我影片的观众，应该都知道我有讲过88去哪一个王国，然后那个王国就没有了，所以他这句话88的诅咒实在是太强了，不应该用在这里才对。接着留言区就有2489的玩家回复他了，并且这个玩家呢，其实在失落之地跟我们吵架过了不是跟我跟其他的成员啦，而且吵的内容其实还蛮凶的可是我们不要讨论那个部分，我们只是讨论他这里写的东西。这边有一点长，你们耐心看下去。他这里写到我们面对960 KVK 的时候发生的情况，他说960每一个玩家至少都有准备500亿资源到1500亿的资源我没有侦查过其他960的玩家，但是我相信豹哥应该是有1500亿的。也确实我自己开场用的那个账号呢，就是准备600亿资源所以这点没有办法反驳。但是我要提一下，但是我们打这一场 KVK 的时候，其实在开场的时候就已经有去侦查88了，88拥有的资源也是超过1000亿了，他只是玉米就已经超过800亿了，并且听说大部分资源都已经被88买走了。我们打 KVK 打到中途的时候，也听到88那边运送资源给其他的队友，所以这点我认为2489他们应该要自己讨论一下那个资源买卖应该要怎样分配，并且上千亿的资源，我相信88在一个赛季应该没有办法用完吧。当然那些资源也是属于88的，他也不应该要分给其他人，应该要其他人自己准备才对。那么当然的960也是一样，都是各自准备资源了，而且这些资源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，都是大家去采集去买资源的。第二点，他说150到200个玩家几乎是没有休息的，要么就是他们从来不休息，要么就是他们有100多个代打。除了像昨天那样有明显的休息时间，还有疯狂的运行时间。因为我们昨天就是拆要塞，一次过拆了3个要塞，进展是真的蛮快的，这点无可否认。960确实有很多代打，甚至有些大楼有2个代打左右。但是现在大部分的960玩家呢，都是可能那个玩家下线了，另外一个玩家帮他去打而已。
那也有一些玩家像我这样子的，其实我休息的时间是真的很短，可能一天就休息3到6个小时左右而已，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打着这个游戏，并且也没有像他讲的这么夸张，有100个代打，其实我看到代打最多就20多个左右而已，有不少人其实还是亲力亲为啊，甚至有些叫他们上线都不肯上线。否则的话，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就可以拿下冠6了。至于采药赛那天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呢？是因为我们发了邮件如果不出席的话，直接扣 DKP， 是真的强制玩家上线了，比露娜还要更暴卷。但是不同的地方是，这个是先锋王国，不是西王国，就是规则比较严格才会有人上线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叫都不一定会有人上线，我们还要催很多次，毕竟现在大部分玩家都已经回归正常生活了嘛，不像以前这样可以整天在打这游戏。而且这个玩家应该也感受到，有时候960是真的没有人守啊，关卡都被他们拿下了。要塞也是有被248-9烧过几次，并且大多数玩家应该也知道960跟412合并了。960是亚洲时区，412是中东时区，所以我们是可以半夜跟晚上都配合到的。他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线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。接下来他讲，我们有很多个农场号，有大量的提示可以一直不断的补给街跟住房。其实这点我才要想说248-9是真的很强啊！你们知道那个关卡多难守吗？他们居然可以守到关期开放为止，你们就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的小号。而且这里都有讲过嘛，他们战力都没有掉多少，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完全用大号补的，他们自己也是小号。而且你们也看到了嘛，我们开双击节去打他们关卡，CPU 发的报告大多数都是钻的，都打不下他们的门口，你就知道他们补的有多夸张了。也足以证明他们的农场号其实也是蛮多的，并不是只有960多而已。拥有游戏中最好的统帅 90% 以上的人的组合搭配都是跟着 CPU 给的搭配，这个确实无可否认，毕竟这个是有体制的王国嘛，在一开始都已经讲好了你们应该要念哪一些统帅。不过248-9也是有一些老玩家移民过来，比方说1021，只能说他们的配合度没有像960这么高，全部人练一样的统帅，最强的统帅。每个玩家都有最好的装备，也不算是每个玩家，有些玩家的装备其实还是蛮糟糕的。不过大部分960的玩家去到 A 等级以下的王国都是可以做车头，确实是没有错。拥有满水晶科技，有足够的加速还有宝石，可以永远的战斗，这个确实也算是960的特点，金钱的力量他说如果想要打败960，就必须要跟他们有同样匹配的东西，又或者是你有压倒性的数字，就是人海战术啦，比方说1093又或者是365。他说248-9他们根本没有资源，因为他们上一场 KVK 对战的是1474跟1484。那这里我就开放给观众讨论一下，你们认为248-9打1474跟1484的强度比较高，还是960打365的强度比较高？因为那一场 KVK 我本人是有参与的，所以我不好批评，但是我个人认为365那一场是强度比较高的，所以开销应该不会比248-9还要来得更少。在那一场 KVK 我们也是驻防了整个星期，小号也是死了蛮多兵的。之后移民了100多个玩家，他们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来准备。这里提的应该是1021的玩家，他说他们也没有代打，并且数量跟960比较起来是相差特别远。我不清楚他是不是不知道 Arvix 是谁了， Arvix 他自己本人就有好几个账号，当然的他也不可能自己全部去玩，他肯定有代打。而且像88像破这种玩家呢，他们代打是肯定有的。而且我还看到一个外国主播，他是用88的账号去打架的，也有韩国主播用2489的账号去打架，所以不存在他们没有代打的事情，只是数量或许是真的比960还要更少而已。也不像960那样拥有这么多的提示数量，因为他们拥有几个30亿的农场联盟。这个玩家认为他们的统帅搭配还有设备方面没有落后太多，但是他们依然输了，并且在最后一次战斗中，他们大多数的人都已经拥有了科技，但不够宝石跟加速的情况下，有一些人已经用完了 50% 的扩编，他自己本身就已经用了35个。他跟其他人一样使用了所有的加速跟宝石，但是敌人还是不断的来。总而言之，他目前只知道有2个王国有机会跟960对抗，就是365，因为他们在上一场已经证明了。还有1093，他们会不顾一切的主导敌人，其他的人正在努力的证明自己是新建立的王国，又或者是重组的王国，就像2499、1034、1846还有其他的王国。或许这个玩家也是忘记了，其实1412也是刚移民来960不久而已。960跟1412合并成功是在3月26号，我27号发布影片。至于1012跟2489合并是在4月8号已经移民完成了，所以相差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到特别远。也就是说，12的成员们呢，他们的战力还有资源都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。
跟1021合并去2489的时间其实没有相差特别远，甚至半个月都不到，所以他们的资源呢应该跟1021那边比较起来也没有相差特别远，并且 MX 那边真的没有这么夸张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带打，我们还是要等到凌晨时间 MX 的人大部分上线了才可以打，所以其他时间呢其实 MX 是真的没有人，都是靠 GT 的人在打而已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当做理由吧，也算是原本960的玩家跟2489的玩家打而已，甚至晚上的时间我们反而是被推的那一个，相信各位观众应该也看到了，只是到半夜时间他们最弱的时间 MX 的人可以上线帮忙打而已。那我个人的看法，其实2489他们真的并不是很弱，他们要打的话确实是可以打得过的，野战也是推过960好几次，重点还是在于他们活跃的时间段太过一致了，韩国时间比越南时间快2个小时而已，所以他们的时间点呢大概是我们亚洲时区5点到凌晨2点左右，只要我们的人可以熬过这段时间点呢，其实剩下的时间都是蛮好打的。在我昨天发布的影片，你们也明显看到他们的野战是真的很夸张，人很多的，我觉得他们只是要配合一下调整时间呢，有可能有些玩家就要调整去晚上半夜的时间，分配妥当的话才可以打比较长久的 KVK。我个人对2489的评价其实蛮高的，他们是真的很耐打，他们补也是可以补得上，号召能力也是很强，并且可以熬到皇庭开放前2天。假设是其他先锋王国，有可能在关6的时候960就已经打赢了，只是2489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而已，整体上2489是真的并不差。但是这个玩家他有些提出的理由呢，我觉得太过牵强了，不适合放在这里。至于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